美国突然表态，拜登政府第一次呢明确直白地告诉大家，我们不支持台独。那么这句话呢，立刻炸了锅。但事实上呢，如果你长期间关注美中台三方的这个政治的话，你就会知道并不陌生嘛。因为美国向来没有改变过立场哈，一中的准则红线画得很清楚。那么台独呢，也从来没有松口过，就是不支持。在历来的美国政府的各项发言当中都看得到，这是有文件有记录的。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这番谈话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前，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我们常在新闻学上讲5个 W 哦，看一件事情你要看哈 ，Who、Where、When、What、Why， 对不对啊？好，都要梳理一下，你才能够了解这个事情的本身。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这句话是谁讲的呢？哈，他是这个拜登的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啊。当然这个职位很特别，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谢老师，这个职位过去没有，这是新设的啊。他有个绰号叫亚洲沙皇，对不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威啊。对他这个，因为印太策略，这个是从这个奥巴马总统末期提出来，就是说以前美国只有太平洋，跨太平洋，他没有跟印度结合，印度洋结合在一起。那因为他要围堵大陆，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围堵过去是第一岛链。现在把印度已经拉进来，所以就把印太变成一个策略联盟。那是从美国的角度看起来，是围堵大陆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战略上跟战略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也是它不断的在连接的。那所以就没有这个印太这个美国已经把它的这个太平洋的司令部已经改为这个印太司令部，它有很多概念就改，可是它政府的中枢缺乏一个这个印太，包括印度跟太平洋，对，那么这样一个所有的战略的一个总指挥官，所以这显示了拜登的重视嘛，对，非常重视。那他把这个 Campbell 放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是什么？Campbell 这个人过去向来在我们台湾的认知当中，他算是一个友台派，对台湾还算是友善。大概前后至少有6度来过台湾。我们看到马英九啊、陈水扁啊、蔡英文啊，他都见过面。那这个马英九，我记得还颁授过一个这个勋章给他过，对。他在华府的话，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圈子里面这种过去有一个名字就叫 Old China Hand，所谓的中国事务的老手。那当然，中国事务它包括台湾，到现在美国还没有说 Taiwan Hand， 因为在美国的整个策略这个领域里面不管是学界或者说是政界，它都是还是把台湾的这个放在大中国的整个一个框架。那Kirk Campbell 这位先生，他其实年纪不算太大，出道很早。那他现在可能就是华府这个 China Hand 的头，也就是大家下面都算变成他徒子徒孙了，不是他的这个晚辈，就是他的这个做过他的属下的，因为他出道也算早。那所以他在国防部做过，对，做过亚太事务的主管。那么这个在国务院也做过，所以他横跨国防跟外交两个领域。那么他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最后做到的是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对，也就美国的国务院是这样，这个国务卿、副国务卿下来就是驻青，驻青就比如说亚太驻青。美洲驻青、非洲驻青、这个联合国事务驻青，这就是奥巴马的亚太驻青，但是拜登呢继续重用他。对，拜登是继续。那当然，在这个 Trump 的时候，共和党执政，他就回到智库去了，他就回到智库去赚钱了。因为美国都是这样，美国做官，你这一党做官上台了，你就去做官。然后你这一党下台了，你就回到智库去。他是今年1月才刚刚上任那么我们刚刚讲另外就是他是。Where 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讲了这个话？那么根据了解呢，他是应这是美国的一个智库亚洲协调会进行了这个远距座谈，但是看起来他是有备而来那他的原文怎么讲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说呢我们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注意了是非官方关系这几年在蔡英文特别是第2任当中不断的强调，此刻呢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很多的讯息呢透露出，我们开始慢慢的跟美国的正式官方接上了一些管道，包括萧美琴出任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很多的照片很多这个从外销转内销的一些消息管道都似乎一直
告诉台湾人民一个讯息，就是两国之间，你知道有些人如果搞不太清楚的话，还想说，哎呦，是不是要建交了？这个大梦摆在前面。另外，他也说呢，不支持台独。我们完全了解它的敏感性，然后他说呢，美国在处理对台事务上必须要维持微妙而且危险的平衡关系啊。这句话呢，我觉得讲的也很直白了告诉大家，当然美国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嘛。同时呢，他也调侃自己的心情，他说呢，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他太理解美中台三边的这个微妙而危险的这个平衡关系啊。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我觉得另外一个是问以时间序上来看这件事情就更有意思了。他讲这个话呢是在7月6号，但大家记不记得在7月1号的时候大陆共产党100年党庆习近平在发表谈话的时候呢，163个字讲到了台湾问题，其中呢当然也特别讲说要粉碎台独的图谋。但是很快马上的7月4号呢，我们台湾民进党的头号军师爷邱毅人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呢，台独不是台湾人能够决定的，美国也不赞成。他7月4号讲完之后呢，7月6号这个 Campbell 马上就讲了这番谈话。7月1号、7月4号、7月6号，你知道如果不了解这三个人的背景，我还以为他们三个是串通好的嘞。中美台在反台独这件事情上有了共识。这个其实在美国尤其在小布希时代，那时候美国的政府那个时候政界跟学界有一个呼声，叫美中共治。共治谁？共治台湾。这个其实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比较久，我的很多我可以把它串长一点，叫共治。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美国必须要借重大陆的这个合作，因为他要合作反恐。那个时候陈水扁呢，正好第一次民进党执政所以他那个4不1没有，后来他就4不1有他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共识，他任内不搞台独，不搞什么不修改宪法，不什么，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的问题，结果他第2任又当选了以后他就片面说废除国统纲领。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华府，那个震撼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晓得美国人对阿扁给他的承诺是如此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我待久了才知道，就美国人来讲的话，我做世界盟主，你们这些小兄弟都不听我的话，我这盟主是假的。所以他非常重视你跟我的承诺，你跟我讲好的，你要往后退半寸，美国人那个棒子就要打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小布希就用什么？就用3字经骂陈水扁，而且公开讲说，我才不会为台湾出一兵一卒，台湾要打，你们要不要打仗？是我美国人照我美国人的利益来决定，美国人的血是要为美国人而流的。你今天陈水扁，你想把台海问题搞复杂，最后你打如意算盘，是我要把我美国人拖进你们这场战争，告诉你门都没有，再加一个3字经，陈水扁到最后，因为他就这一点得罪美国，我认为他有2点，他后来跟美国脱不了关系。就是他在瑞士那个账户被曝光。我在瑞士待过很久。瑞士这个国家靠什么？靠帮人家洗钱赚了大钱这个国家洗钱就是说，你陈水扁在那边，你儿子在那边600万美金算什么我跟你讲，那个非洲国家的领袖在那边，在瑞士银行的账户60亿美金的都不晓得有多少人了。为什么把你600万给他供出来？那个时候正好瑞士跟美国中间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认为瑞士把那个陈水扁儿子呢600万的美金账户曝出来跟美国我推测跟美国有关系。因为美国对阿扁是非常不满意，但这个东西我们台湾人就是一直记在心里，记到现在。就是当年有一部电影很红嘛，叫这个《海角7号》，所以后来大家讲说这个叫海角7亿呀，海角7亿。那么事情爆发之后，陈水扁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钱是未来的台独的建国基金这此话一讲当然这个绿营的人可能感动落泪那很多民众呢是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对于台独来讲台独在民进党
党，当然平常的时候民进党也没讲话，因为特别是现在蔡英文呢，他已经第2任执政了，尤其是在立法院呢，他是掌握多数席次，完全执政啊。这个在台湾来讲呢，这个是民进党权力上的一个高峰，所以很多人你说绿营很多这个所谓的台独大佬等等，他们对于蔡英文的这个不满跟不耐是越来越明显。对，因为当初我想这个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对于独派也是有些承诺的，或者说他在喊口号的时候喊得也很响亮，台湾的前途要有2300位这个台湾人决定。记不记得在这个蔡英文第2任连任的国际记者会当中，他也喊了这么一个响亮跟漂亮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邱议员呢，一巴掌打过去，告诉大家台湾的前途并不能够由台湾人来决定啊。那这个事情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介老师，我们刚刚讲5个 W， 还有一个没有讲 Why 啊，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机点去讲这个话？还有 Campbell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点讲这个话？难道他们要呼应习近平的这个100年党庆的这个谈话吗？我的推测啊，我想应该是我想应该8、9不离10哈。邱毅文讲这话是美国人叫邱毅人讲，然后美国人为什么叫邱毅人讲这句话？因为大陆叫美国人说，你去跟你这次你讲也不够，你叫 Kurt Campbell 出来讲不够，你最好还要一件事，你去告诉现在台湾不都听你的吗？对不对？你拜登的宠狗死了，对不对？蔡英文都还要写脸书追悼，这么听话的，对不对？那就叫他出来讲，你讲不够，所以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听大陆的？当然，这个 Campbell 他后来讲的话，自己就把答案讲出来了嘛。他就有讲到这个近期之内呢，他们在忙这个中美领导人见面这件事情哈，目前正在这个协商等等等。当然，这个话呢讲得很隐晦了，但这恐怕就是一个答案吧。对啊，因为你养了一个宠物哈，你养一个动或者你养了一个什么哈，那目的不是最后就养来杀的吗？那台湾就是要在关键时候服务美国的利益啊。对，这对美国人来讲的话，小事一桩。我只叫你讲说台湾搞不能独立嘛，台湾独立，我反对你台湾独立嘛。那美国就是这个台独跟美国是脱不了关系。你如果研究它的历史哈，是脱不了关系的。我以前在服务的时候，我就发觉怎么搞的，这个 AIT 在台湾每次邀请台湾的所谓的年轻政治人物去美国访问，他一去都是1个月，国务院邀访，全部是什么？全部是绿色的，未来可能去登大位的，这一些刚出路提升的这一些绿色政治人物，你看，你问问看，赖清德他做立法院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有没有安排他去美国访问？这些人只要一出来，美国政府就给他很多很多的支持啊，支持什么？支持他政治主张吗？可是美国人会怎么样？会在小房间里面，门关起来说：“我跟你讲哈，我支持台独，我很支持你，你去干，你好好干。”可是门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也跟你讲说：“可是啊，你必须要体谅我了，我没有办法公开跟你说。”那么可是呢，美国已经多次站在大庭广众上说：“我不支持台独。”所以美国基本上从台独的人是应该要清醒了。它就是美国人手上的一张牌，而且这张牌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见不得人的一张牌。这一次就是另外一次了，很清楚，而且还要他长期。邱毅人跟美国的关系，邱毅人自己最清楚。美国人今天叫他这样出来讲，你看邱毅人动都不敢动，就跟为什么，就跟这个美国，我认为做世界，他做事情，他是。有硬的一面，有软的一面，有硬的一面哦。我刚刚讲陈水扁，所以你不要忘记，他那600万被吐出来以后，陈水扁儿子在美国的那一张公寓，美国政府把它拍卖了。对，是。这是对什么？这是告诉你陈水扁说，你不要，你不听我话的下场，你不听的下场就这。那这一次很妙的是，这个邱毅人这次找了阿扁也一起抓进来。这个阿扁，我们还问为什么在阿扁的这个在收音机里面出来，阿扁也出来背书了，某种程度的背书了，对不对？
那阿扁为什么要出来讲？当然，这个邱毅人话讲得很直白哦，这个阿扁感觉上有点尴尬了，所以他有点缓颊。他说：“但这是本党啊，就民进党的一个目标嘛。”所以邱毅人话又凹回来说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是好的啦啊，但也就是说他不可执行。但事实上呢，邱毅人讲这个话也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在去年呢，他参加有一个美国的大学举行的一个线上研讨会远距哦，他也是这样讲。他说讲到台独呢，台湾务实的政治人物不可能这样做，除非疯了。他的讲话向来非常非常的直白。但当然呢，这个蔡英文才刚刚告诉大家，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台湾人的前途由台湾人决定。邱毅人呢，也等于是一个巴掌打过来。但当然啦，如果像谢老师所讲的，这个美国爸爸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懂了嘛。但无论如何台独这个工具算是蛮好用的。对民进党来讲呢，选举的时候骗选票、骗钞票；而对美国来讲呢，就是他呢来钳制中国大陆的一把钳子啊，在关键时刻呢可以丢过来。这个网络上呢，我特别看到这个网民这个议题呢 ，Campbell 这些话呢，在台湾的网上整个炸了锅。那大部分的网民的意见都是完了，民进党骗不到选票了。还有人说这稀奇吗？本来就是如此啊，等等啊。那你怎么看待台湾的这个商业台独？我觉得越来多的台湾民众清醒。说实话，可能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不了解这个政治的险恶，当初因为一些美好的口号而把票投给了民进党。在台独这部分，现在充分证明了它就是一种商业手段。台独在当时，你不能说他当时那个老一辈他是完全不理性，是当然。可是他们愿意去替台独出钱出力啊。可是这一批人都已经淡出了，都不是在这个目前的政治台面上。他创造了让蔡英文、邱毅人这个赖清德这一类政客的一个执政的空间。那这些人其实可以现在看起来他谁都骗，连他的台独的后面的这些支持者，当他绑他们搞到那个位置上，也一样骗。那为什么邱毅人这次出来讲？其实他也不是讲给你我听的，我们本来就从来不信任台，我们本来就不接受台独的思想。但到现在为止 ，Campbell 讲这些话之后呢，我们看到蔡英文有表态吗？没有。同一个时间点蔡英文在遥祝达赖喇嘛生日快乐然后这个赖清德有讲话吗？赖清德是台湾的副元首那么他过去说过，而且是在这个立法院的殿堂中他说的，我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有讲话吗？他也没有讲话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台独的大佬等等，好像此刻都像郭背宏经营电视台，说要用最赚钱的电视台来让这个台湾独立建国。他有讲话吗？他也没讲话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台独人士、台独大佬，这时候都把嘴巴闭起来，是通通都接到指令了吗？都有可能。你这些人，美国爸爸在那边一动这些人跟美国中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美国也有资产，他美国有亲人他谁都敢得罪，他就不敢得罪美国人。对啊，就像蔡丁贵，对不对？蔡丁贵，台湾的这个台独人士蔡丁贵呢，呼吁我们所有台湾人民呢，要去打台湾的这个自产的疫苗。自产疫苗也没有3期认证，叫大家去打。搞了半天呢，他老兄在美国早就打了 BNT 了。你像吴钊燮的叔叔吴理培，他在美国开银行的，他在那边天天主张台独。美国人今天跟他讲说，如果跟吴理培讲说，你以后不要再讲话了，吴理培一句话都不敢讲，因为吴理培所有身家都在美国，他谁都敢得罪，他就不敢得罪美国人。美国人你不要看他自称民主，美国很多打着国家安全，真的，他可是可以任你他可以使你永无翻身之余地，在美国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要看美国是民主，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你今天政治上惹到他，阿扁就是个例子所以阿扁就站出来了。不过这个回过来就让我们想到一个，就是说，你既然行不通，你干嘛还要再搞台独？你浪费了多少资源？因为好用啊，对不对？我就骗选票啊，这获取政治利益啊，获取金钱利益啊等等，而且是屡试不爽。你看到民进党呢，从这个街头开始当初你说这个帮这个农民啊等等之类，帮助了一些弱势，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台独的这个帽子台独的这个神主牌供在那里，在每次的选举当中呢，确实有一定的发酵。也就是说呢，他每次要操作这个极端的这个台独言论，
的，大概要不然就是他民调最低迷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他有政治危机的时候。但是比方说像现在蔡英文权力非常非常的稳固哈，包括他的所有的席次都拿得这么漂亮，他就再也不讲台独了。所以我想这次是拜登任内第一次清楚的表态，给民进党提个醒也让也给台湾民众呢这个提个醒，大家共同看清楚这个台独的真面目。